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萌讲故事。回顾一下楚生的故事，陈孝廉在3年前的一个雪夜中结识了贫困但用功的楚生，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秋闱考试前，楚生主动提出替陈孝廉代考，随后带他经历了一段奇异的游园之旅。在李黄钦园中，他们遇到了神情忧伤的歌女李鄂云，她唱起了一曲送葬的歌谣，让陈孝廉感到非常不安。当夜晚降临，一切仿佛梦境般结束后，陈孝廉回到家中，却发现了令人震惊的景象。上回我们讲到，陈孝廉在自己房中看到了2个人，一个是昏迷不醒坐在椅子上的自己，一个是站在身旁神态复杂的楚生。家人们忙着照顾椅子上的陈孝廉，没有人注意到站着的陈孝廉和楚生。楚生走到陈孝廉身边，轻声说：“孝廉兄，我们到外面说话吧。”两人走到院子里，月光皎洁，夜风清凉。陈孝廉看着楚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有2个我？楚生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说话：“孝廉兄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，你听了千万不要惊慌。”陈孝廉点点头：“你说。”楚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：“孝廉兄，3年前的那个冬夜，我其实没有撑过来。”陈孝廉愣住了：“什么？”楚生的声音很轻很轻：“3年前的那个雪夜，你遇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；你看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冻死在寺庙里了。”陈孝廉摇头：“不可能，你明明和我一起读书，一起生活了3年。”楚生说：“这3年来，我一直以魂魄的形式陪在你身边。刚死的时候，我很迷茫，不知道该去哪里。你那一晚那样对我，是我在黑暗中看到的唯一光亮。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跟着你，一跟就是3年。”陈孝廉想起那个雪夜，想起自己脱下棉袍给楚生的情景，一件棉袍的温暖，换来3年的陪伴。楚兄，这份情太重了。楚生摇头：“孝廉兄，对你来说只是一件棉袍，对我来说却是在人间最后的温暖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不再是寒冷和饥饿，我舍不得走了。”陈孝廉握住楚生的手：“如果我早知道真相，就不会让你为了报恩而留在人间这么久。你本该早就去该去的地方了。”陈孝廉问：“那今天的考试？”楚生说：“我附在你的身上，替你考完了3场，你的文章已经交上去了，不必担心。”陈孝廉这才明白，为什么自己会有那种奇怪的感觉，为什么时间会跳跃，为什么会遇到李鄂云。楚生说：“李鄂云也像我一样，已经不在人世了。那天在船上见到的，都是魂魄。”陈孝廉想起李鄂云眼中的忧伤，想起他唱的那首送葬歌，一切都明白了。楚生继续说：“我本该早就去投胎转世，但因为放不下你，一直停留在人间。现在帮你考完试，我的心愿已了，该走了。”陈孝廉一脸不舍地握住楚生的手：“不要走。”楚生摇头：“生死有别，我不能永远留在阳间，而且我有重新投胎的机遇，去一个好地方。”陈孝廉问：“什么地方？”楚生说：“我们的老师吕先生，他现在在江南，他的妻子马上就要生孩子了。”陈孝廉听了，心中既难过又欣慰，那样也好，吕先生是个好人，你跟着他不会受苦。楚生伸出他的左手：“孝廉兄，请在我的手心里写个楚字。”陈孝廉含着眼泪，在楚生的手心里写了一个楚字。楚生看了看手心，微笑着说：“孝廉兄，这份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。如果有缘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”陈孝廉问：“什么时候？”楚生说：“等放榜的时候，如果你中了，不妨去江南看看吕先生。”楚生走到院门口，忽然天空中降下一道温和的金光，将他笼罩其中。楚生转身对陈孝廉挥了挥手：“孝廉兄，我该走了。”金光渐渐升起，楚生的身影在光中渐渐淡去，直到完全消失。院子里又恢复了宁静。陈孝廉站在院子里，看着月亮，久久无言。他的好朋友
原来早就不在人世了。第4章重逢。放榜那天，陈孝廉果然中了举人。看着榜单上自己的名字，他想起了楚生，心中既高兴又难过。几天后，吏部的委任状送到了家中，陈孝廉被派往江南任职。看到委任状，他忽然想起楚生的话，心中一动。临行前，他特意去了一趟天宁寺，在那个廊下站了很久。3年前的雪夜，他在这里遇到了楚生。现在楚生已经走了，但那份友情却永远留在心中。江南的路途遥远，陈孝廉一路上都在想着楚生的话。吕先生真的在江南吗？他的妻子真的生了孩子吗？经过1个多月的跋涉，陈孝廉终于到达了江南。他打听吕先生的住处，很快就找到了。吕先生的家在一条安静的小巷里，门前种着几棵桂花树。陈孝廉到达时，远远就看见门前挂着红布条，门楣上还贴着弄璋之喜的红纸。邻居们三三两两在门前谈论着，脸上都带着恭贺的笑意。陈孝廉敲了敲门，一个仆人出来开门。仆人问：客官找谁？陈孝廉说：我是吕先生从前的学生，姓陈，想来拜见老师。仆人进去通报，不一会儿，吕先生就出来了。他跟3年前没什么改变，精神爽朗。吕先生看到陈孝廉，很是惊喜。孝廉，你怎么来了？快请进，快请进。陈孝廉跟着吕先生进了屋子，师生2人坐下叙旧。吕先生问：你这次来江南是为了什么？陈孝廉说：学生中了举人，想来向老师报喜。另外，听说师母生了孩子，特来看望。吕先生笑了：是啊，老来得子，真是意外之喜。我一辈子专心学问，从未娶妻。去年遇到一个愿意照顾我这个老学究的女子，才成了家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儿子。这孩子很奇怪，生下来双手紧握，怎么也掰不开。陈孝廉听了，心跳加快：能让我看看孩子吗？吕先生点头：当然可以。他带着陈孝廉来到内室。师母正抱着一个婴儿在哄睡，那孩子长得很可爱，眉眼间有种说不出的清秀。师母看到陈孝廉，客气地打招呼：这位是孝廉吧？你老师常提起你。陈孝廉行礼：师母好。吕先生说：孝廉想看看孩子。师母把孩子抱给陈孝廉看，陈孝廉靠近看着孩子，看着那张小脸，心中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陈孝廉轻声说：孩子的手真的一直握着吗？师母点头：是啊，从生下来就这样，我们都觉得很奇怪。陈孝廉看着孩子紧握的小拳头，心中想起楚生最后的话。他对师母说：能让我抱抱孩子吗？师母看了看吕先生，温和地点点头，小心翼翼地把孩子递给陈孝廉。陈孝廉抱着孩子，轻声说：楚生，是你吗？孩子忽然睁开眼睛，看着陈孝廉，然后慢慢张开了双手。陈孝廉看到孩子的手心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。在那小小的手心里，左手清清楚楚地写着一个楚字，但吕先生夫妇却好像什么也看不到。吕先生问：孝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孩子见到你就张开手了？陈孝廉看着怀中的婴儿，眼中含泪，但只是轻声说：也许是缘分吧。吕先生夫妇虽然觉得神奇，但也没有继续追问。吕先生说：这孩子既然跟你这么有缘，不如拜你做干爹。陈孝廉心中一动，拱手说：既然老师如此看重，学生恭敬不如从命。师母也笑着说：这样最好，孩子有个好干爹。吕先生说：既然孝廉做了孩子的干爹，就请你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陈孝廉想起楚生说过的话，一件棉袍的温暖，换来了3年的真挚友情。这份恩情不只是楚生对他的，更是他对楚生的。他说：不如就叫承恩吧，承继恩情也是好兆头。吕先生点头：承恩，好名字。师母问：孝廉，你打算在江南做什么？陈孝廉说：
我中了举人，朝廷派我在这里任职，以后就常驻江南了，可以经常来看望老师和承恩。吕先生高兴地说，太好了，承恩难得跟你有缘，又是你的干儿子，以后你常来看他，再好不过了。陈孝廉在江南任职后，经常来看望小承恩。虽然承恩已经不记得前世的事情，但陈孝廉能感觉到，这就是他的老朋友。有时候，小承恩会望着陈孝廉笑，那笑容和从前的楚生一模一样。陈孝廉知道，那个在雪夜里遇到的少年一直都在。6年后，小承恩已经长成了一个聪明的孩子，才6岁就能读书写字，那专注的神情和从前的楚生一模一样。有一天，陈孝廉对承恩说，承恩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认识很久了。小承恩天真地说，对啊，我们从小就认识了。陈孝廉莞尔一笑，你说的对，我们从小就认识了。小承恩不明白陈孝廉的话，但他能感觉到陈孝廉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感情，不只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，更像是朋友。在一个雪夜里，陈孝廉站在廊下，看着雪花纷飞。小承恩走过来，也站在他身边。小承恩问，干爹，你在想什么？陈孝廉看着眼前的小承恩，仿佛看到了从前的楚生，我在想一个朋友。小承恩说，什么样的朋友？陈孝廉轻声说，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，每当下雪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他。小承恩点点头，似懂非懂，但在他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温暖，就像很久很久以前也有过这样的雪夜，也有过这样的友情。雪花还在飞舞，两个人静静地站在廊下，就像很多年前一样。只是这一次，陈孝廉知道他的朋友带着同志的声音回来了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下次再相会。别走开，主题曲马上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同样爱听故事的朋友们。干爹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从小就认识了。很好很好的朋友，每当下雪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他。